所以最后我总结了一点：玩具越贵，就等于玩具的塑料越贵；玩具越贵，就等于玩具塑料越少；玩具塑料越少，就等于玩具越便宜。所以玩具越贵，就等于玩具越便宜。来吧，新玩具 SS 的101号天灾。电漆的一款新的反派角色，也是被奸商们寄予厚望的产品。目前来说嘛，市面上面可能现货的价格得500块钱左右的国行版。那这回呢，这个是美版的，价格相对便宜一点点，370块钱。SS 的标准配置，地台背景卡，博物馆门口的一个背景，当时干掉大黄蜂的地方。SS 拉页式的线稿说明书。其他的部分还附带一个臂炮，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卡在屁股后边。结合上一次咱们玩到 WFC 重置版的那个擎天柱啊，怎么官方这些设计师很喜欢给屁股后边别这么大一坨东西呢？但背包也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是一个车顶压平了以后的一种展现状态。起初在一开始看到这款的宣传图时候，我还会有一点担心，这玩意儿会不会像变4的惊破天那个样子去笼统的设计，然后把这个车顶子咵嚓一压扁，填起来包一个壳子。但没想到把玩下来以后的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可比变4惊破天设计的要良心太多了。先来看一下细节，头部的处理非常的不错。而且 SS 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板件细节的刻画，看脖子上边的这一块纹理的这种质感很棒，面具下方眼睛、瞳孔，这些都是刻画出来并且上了涂装的，而且甚至隐约能看到嘴巴里边的一些牙齿刻画。这头条做的很漂亮啊，但是呢，结合电影里边的一些形象和天灾这个人设呢，让我觉得像九妖秦先生那个意思啊。哎呀，戴上以后就可带劲了。其实仔细看这个面雕的设计，会有一点点汽车人 logo 的那个味道在里边啊。胸口这一块的层次感处理也非常好，里边是用一个透明件雕琢出来的，然后外边在绳索上边还上的涂装，哇，可以的，可以的。包括它小臂的部分，这个地方也绑着一些锁链，也是用涂装涂出来的。肩部这一块划痕的效果，脏污的感觉。上边这些细节的刻画，感觉这里像是一个齿轮关节啊，其实并没有。如今的 L 级都不给你做齿轮，最多给你做个磨点儿。手指头的刻画非常漂亮，而且刀刃的部分细节处理也不错。继承于真人电影系的美术风格，天灾的这只手也跟之前的威震天一样，变一个触手怪，但好在这个地方是软胶的材质，不用担心损坏和扎到。胯部这里有左右不对称的金属色涂装的管路，很漂亮。包括腿上，哇，这些细节做的不愧是个 L 级的产品呀，哇！但是腿部内侧头胶依旧明显。其实胸口的这个造型，我觉得他想刻画出来一个骷髅头的样式。肩膀头子的细节刻画，这里还有一个巨无霸的 logo， 哎，也是当时电影里边有刻画出来啊。天灾会把他们的拍戏标志杀掉人以后镶在自己的肩膀上边，像是荣誉勋章一样。背后这里的几个烟囱啊，其实并没有什么卡位的地方，而且这个轴挺松的，轻轻的摆放在这里。不管是车型和人形，并没有定位点和卡扣，所以会晃动起来，感觉不太爽。头部是2个球形关节，所以活动的幅度还是挺大的，但是也是这球关一碰就掉啊。毕竟这脖子挺软的，球腕支撑力度并不行，而且从脖子前方咽后这里也会暴露着一个球形关节。胳膊360度旋转，自然会被后边的烟囱去挡到一些啊，但是也是可以活动的。而且肩膀头这个地方，因为变形的关系，其实是可以上下进行一些调整的，按自己的喜好摆这个肩胛的角度。2头肌可以旋转，这个手的手指可以打开。背后的这个臂刃呢，在收纳的时候啊，我并没有找到很合适的位置。你说放在这儿吧，它搭着这一块啊，折到这儿呢，它其实又折不到底，只能将将的放住。如果说这个轴再能多折一点点的话，让它贴到手臂上面，可能效果也会更好吧。但也是为了还原于电影里边的一个臂刀从手臂伸出的一个挽点噱头吧，一体变形出来的臂刀啊。我们把这一块 Z 字折叠拉平，刀刃转出来，
然后往里一放 ，C 型扣子往里边一插，哎，这就很还原了。弹刀一握，当然这根轴的主要作用还是在车型状态下实现的一体变形，所以在收纳的时候，人形这个收纳就总觉得怪怪的，哪里总是卡不住的样子。胳膊肘曲臂可以达到90度，上边的这些触手每一根指头根部也有活动的范围，腰部有独立的旋转关节，但转不到360度啊，也够用了。前踢可以踢到挺高的，不会阻挡；后踢、侧踢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只是注意这个扣子不要挡到即可。膝盖这里是磨点的齿轮，也能折到90度。大腿根部360度旋转是变形的需要。脚踝左右接地，整脚面前后也有一定的活动范围。触手怪的这只手可以直接的摘掉，然后注意锁眼的位置，往上一插，就变成了洛克人或者哆啦 A 梦吧，空气炮，砰砰砰。所以这款便骑天灾的人形，我感觉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以现在的官方的产品来说，个头方面，对于如今的 L 级来说，也仅仅只是19公分左右，更何况天灾这个角色还是那种细长的身材。所以这就是如今的官方产品。其实在我个人的印象当中，我感觉官方现在所谓的它的级别定义是要比之前良心年代要缩小半个到1个级别的。也就是说，如今这款所谓 L 级的天灾，你要搁在以前啊，充其量就是一个微级别，不管它的身高还是身上的零件数。有的时候其实对官方的这个级别定义啊也是很模糊、很笼统的。其实最终解释权归海尔堡所有，人家想定义叫啥就叫啥，这个已经没有办法了。当然，它也是为了卖价格嘛。所以这款天灾，我觉得370块的价格还行啊，还算合理。但如果国行3C 版炒到490、500块的话，真的就没有必要了，它充其量还是一个8加线的玩具。但是你看，如今的官方成本在缩减，很多的零件数在减少，身上偷胶空洞，甚至不给你加一个盖板。它的塑料又没有以前用的多，盖板这些设计也没有以前那么良心的情况下，价格为啥还越来越贵呢？所以最后我总结了一点：玩具越贵，就等于玩具的塑料越贵。玩具越贵，就等于玩具塑料越少；玩具塑料越少，就等于玩具越便宜。所以，玩具越贵，就等于玩具越便宜。其实这款变形的设计，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首先，背后的这一块卡扣打开，中间有非常多的折叠连杆，把它拉出来。车头的部位这一块延展开，再把这一节延展开。背包左右分开，放在这里先备用。肩膀这一块的卡扣拨开，同时顺着这个关节往起提一提，提到最上方来，让这个圆柱子呈现一个垂直的角度以后，这里就可以掐起来，然后翻转180度。手臂这一块一定要拉直，四指打开，然后把下方的这一根长棍子拉到最长，另一边也是拨开，往上抬这个圆柱子，抬上来贴好。夹住，这个时候把腿打开，旋转180度。注意看这个地方有一个位点，可以和这个桩子进行连接，进行最后的锁定。脚部的变形，从这个地方卸开卡扣，顺着这个轴向上折90度，同时再往回窝90度，这地方就有一个搭点儿，扣上。另外的一只脚在变形完之后，记得从脚心里抠出这个中间连接的插桩，然后翻过来，注意刀刃的部位有一个大的卡扣，插在小腿肚子的这个位置，我们进行锁定，同时也把这个扣子和胯部这里连接。另外的一条腿放下来，脚心中间的卡扣固定，放好。两条腿此时就变得差不多了，就是一个空空的框子。还有一个特别小的细节，轮子现在是不平行的，我们要把最后的一排轮子往出稍微的拉一点点，但是这个拉的幅度呢也不大，拉上去呢卡的这个效果呢也不太好。他是想着把它拉长了，实现两个轮子的平行啊，但这个做工还是设计的问题啊。其实效果也就这样吧。然后注意后方这里的一个杆子折叠的方式，
把这一块要贴到透明的车顶零件上边去，压瓷实了。再往下放的同时，打开肩胛，夹合起来，把中间这里所有的卡扣固定。一个漂亮的车头就以一种夹合的方式把它密合起来。哎呀，这块的设计很有意思啊！同时也能看到车头这一块的各种派系标志，哇，功勋卓著的一种感觉。我们打开胸甲，胸甲是一个不对称式的变形，我们从一侧掰开卡，然后顺着这一块撇开，另外的一侧轮子打开卡扣，往上翻，翻上来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卡点，插进去结合。然后这个胸甲在旋转的过程中折叠一下，注意胸甲侧方这里还有2个小的零件，把保险杠装饰翻起来，胸甲完全延展开，呈现一个这样的状态。然后注意这个卡扣翻转上来，跟尖头再进行插合，再把前方的防撞栏往里扣。哎，这个车头变完了，相当的漂亮啊！看这细节满满的。而且防撞栏这一块的刻画我真的非常喜欢啊，唯一可惜就是它这一块的肩膀拆完了以后啊，中间会出来一个大窟窿，就有点穿帮了，露着的太多了。但毕竟这是一个8加的 SS 线玩具嘛，对吧？你要是全遮上了，就 MPM 了。最后我们把这一块门板顺着这个关节折叠下来，烟囱撸起来。你看，就是说这烟囱啊，放起来也没有什么卡的地方，它仅仅是靠这2个拐弯的地方，这平面顶在这儿，卡不住。注意把这里边的卡扣结合，同时这一块它也是一个不对称的面板，这儿会多出来一点点。中间的这个凹槽呢，是要把爪子的这个轴夹进去的，去固定爪子的位置。车头从某一些特定的角度看还是非常帅气的，正面啦、侧面也明显的感觉到这就是当时老版擎天柱的那狗皮头卡车魔改出来的吧，所以我把它叫911秦先生，问题不大，应该就是他。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但是后边拖挂的部分呢，空空的，这里就是个架子，也不管不顾了，2胳膊就随便的放在这儿。我们把这个配件的臂炮拿出来，左右打开一个 Z 字的关节，旋转180度，从这里再拧一下，哎，变成这个样子。稍微的倾斜一点角度，要露出来这2个卡孔，让它放平了，哎，插上去。这个算什么呢？就拖了一个露着大面积头墙的这么一个空框子，插上的效果其实不好看啊。你这样说能放平了，把这个窟窿堵住也好嘛？咋想的呢？怎么会去这样设计这么一个零件的变形收纳方式？鸡肋了，这就是纯粹的画蛇添足。某一些角度啊，比如斜着一点点，或者正面看这个车头还是挺不错的，非常的帅，各种细节、涂装、质感做的都棒。但侧面看和后面看的话，主要是拖挂的部分做的有点太水了，腿部的处理有一点让我觉得这款设计做了一半的感觉，为啥？而且在人形的刻画、细节的处理、面板上边的一些雕琢啊，都是它的优秀之处，非常不错的一个展现素质。但在变形上边感觉精彩了一半，敷衍了一半，腿部有点太水了。或许将来 MPM 再做天灾的话，它不可能一步的做到位嘛。如果 SS 做的优秀了 ，MPM 出来了以后，它还得绞尽脑汁做一个更好的体验。所以这款的天灾，我觉得底子是不错的，其他的方面素质一般般。就翻回来说，真要说这款作品差吗？我觉得不至于啊，很棒的一个设计理念，尤其在塑造一个新的反派角色的时候，这可比变4时代所谓惊破天那时设计的要良心太多了。还算好玩的一个变形结构，但是在最终处理效果上边，我们刚才在视频里边也看到了。也翻回来印证了一个观点，你可以永远相信奸商的眼光。如果说不是编了一个特别离谱的故事来作为噱头，
成为吵架的一个运作模式的话，没有经过任何的舆论造势，直接涨价，那这个产品其实确实也有它可圈可点的地方。这就是奸商们看到了产品本身的实物素质并不差，而且人气的角色也算是一个主要的卖点。再加上如今的一个营销模式，大陆这边这款天灾的价格其实并不是很友好吧。大家如果有其他的渠道购买的话，建议还是再看一看，比一比吧。反正我觉得370块还是可以接受的，500左右的话就有点过分了。那么总结来说吧，一个人气非常高的新的反派的 BOSS 角色，再加上变形也是非常新颖的存在，在人形和车型某一些细节的刻画还是很棒的。可惜成本的限制也好了，或许说孩之宝并不想在工作室这条8家线上边投入更多的精力，还是想把后续的精彩留给 MPM。但愿我的想法是好的，所以这款天灾呢，给我的实际体验来说，我觉得还挺喜欢的，并不差。只是碍于如今国内大陆这边尤其奸商倒爷的囤货炒价，让这款已经超出了它本应该属于玩具的范畴，所以这一款我并不推荐大家如今追高购入。但是如果有好的价格的话，这个绝对也是一个买了不后悔的产品。那么最后总结，为它颁发奖状，交际花。想必大家也理解这3个字所蕴含的这些内容了吧？那么得嘞，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了。